28号，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率中共代表团结束对新加坡的访问。在访新期间，刘建超分别同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李显龙、人民行动党副秘书长、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人民行动党主席、政府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王瑞杰、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外长维文等新方各界人士会见交流，出席慧眼中国对话并发表演讲。演讲中，他还就中美关系、中国经济等热点话题进行了回应。据中联部新闻办消息，3月27号，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李显龙在新加坡会见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李显龙欢迎中共代表团访新，表示新中关系很好，当前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新方将继续重视和推动人民行动党同中国共产党的党纪关系，鼓励双方加强交流沟通，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刘建超表示，中国共产党同人民行动党长期保持友好往来，中新关系也达到新的高度。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总趋势不会改变，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会改变，中国将以自己的新发展为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新的发展机遇。这是刘建超2022年出任中联部部长后第2次访问新加坡，期间刘建超出席慧眼中国对话论坛并发表演讲，还与新加坡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进行对谈。深圳卫视注意到，对谈一开始便提及中国经济问题。我觉得今天的组织者呀，之一叫慧眼中国。我想这个看中国啊，一定要用慧眼。那么全世界的经济都在调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大家都在调整。那么也就是说，谁对谁都有一些新的认识，这就是现在可能出现的一种难以预测，就对话特别重要。中国自身也在适应。刘建超说，中国经济免疫系统强大，能承受起起伏伏。他还从3个方面说明中国经济基本面稳固。一是宏观经济数据，202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6万亿元人民币，增长5.2%，高于全球2.6%的平均水平。二是经济韧性强，中国拥有超过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和200多个成熟的产业集群，以及众多高素质的工人和企业家，厚实的制造业生态系统和庞大的人才储备是中国经济基本优势。三是发展质量，中国目前拥有约40万家高新技术企业，独角兽企业数量位居全球第2。中国已进入以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为主要增长动力的新发展阶段。在论坛上，刘建超也以英文发表题为《挑战与愿景：大变局下的亚洲未来》的演讲。新加坡联合早报称，讲话以不点名方式批评了美国在本区域煽风点火，并呼吁区域国家与中国在经贸、科技等方方面面合作，维持区域稳定与繁荣。Certain countries are engaged in decoupling, disrupting supply chains, and building small yards with high fences in the name of security. Asia must be vigilant not to become a testing ground for parallel systems. 刘部长的这番话呢，也是提醒亚洲国家，如果这个问题呢进一步再按照美国的思路发展下去的话，它不但会损害中国，同时也会损害亚洲的其他的国家。在后续回答媒体提问中，刘建超也再度强调亚洲国家通力合作及保持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而面对记者提问中美关系，刘建超用中国的典故形容中美发展建设性关系的关键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中美之间要建设性，就是要不以善小而不为。中美之间的任何可以给双方体现善意、有利于两国人民的、有利于两国利益的事儿，不管多小都要做。那不以恶小而为之，任何损害两国关系的事儿，不管动作多大多小，都不要去做。面对美国大选年的到来以及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可能性，各界也十分关注在这一背景下的中美关系发展。刘建超回应，中美关系仍处于比较困难的时期，谁在白宫工作由美国人民决定，中国的任务是和入主白宫的人打交道，加强对话以管控双边关系。我们很高兴地看到
这个中美之间在旧金山会晤之后，那么也很多领域的对话已经开始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势头。如果在有一天能够双方达成更多的共识，有更多的合作，使中美关系能够逐渐的改善和回升，我觉得那也是当然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但是呢，我们也希望不管哪位这个担任被选为美国的总统，我们都希望他能够持续的加强对中国的正确认识。近期，印度在中印边境地区动作频频，尤其是在其非法侵占中国藏南地区的问题上，连续释放错误信号。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在28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深圳卫视提问时强调，藏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也是半个月以来国防部发言人第2次重申相关立场。吴谦同时表示，中印之间有完善的涉边机制和沟通渠道，双方有能力、有意愿通过对话协商妥处边界问题。27号，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洪亮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联秘戴国兰在北京共同主持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29次会议，两国外交、国防、移民等部门代表参加。双方积极评价中印边境局势管控取得的进展，就下阶段工作思路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同意聚焦边境现地有关问题，早日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推动边境局势转入常态化管控阶段。同意继续保持外交军事沟通渠道，完善谈判磋商机制，尽早举行新一轮军长级会谈。同意严格遵守双方达成的协议协定和有关共识精神，避免现地局势反复，继续巩固前期脱离接触成果，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就在同一天，正在马来西亚访问的印度外长苏杰生也就中印关系现状问题进行了回答。他表示，双方都同意就边界争端进行谈判，多项双边协议使两国关系保持稳定。在此基础上，中印关系在其他领域取得了进展。但苏杰生随后话锋一转，无端将中印关系当前困局归咎于中方2020年所谓破坏协议。但事实上，2020年6月，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是印军打破双方军长级会晤达成的共识，违背承诺，在加勒万河谷现地局势已经趋缓情况下，再次跨越实控线非法活动，蓄意发动挑衅攻击，甚至暴力攻击中方前往现地交涉的官兵，进而引发激烈肢体冲突，造成人员伤亡。不仅如此，苏杰生还在本月23号访问新加坡时称，印中有必要先恢复边界稳定，两国关系才能向前发展。同时，他还顽固坚持了印方在藏南地区问题上的立场，妄称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的一部分。这也被视为印度总理莫迪本月初到藏南地区出席一条隧道揭幕仪式，引发两国交锋后，苏杰生首次对此作出回应。针对印度国防部早前宣称，在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开通的色拉隧道能强化印军备战水平，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在15号回应表示，藏南地区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从不承认并坚决反对印方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印方有关举动有悖于双方为缓和边境局势所做的努力，不利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我们要求印方停止采取任何导致边界问题复杂化的举动，切实维护边境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军队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28号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吴谦再次重申了中方的立场。藏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哪来的什么阿鲁纳恰尔邦？藏南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侧，中国西藏自治区东南部的山南市林芝市。1913年，英国殖民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在中国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贿赂、恐吓等一系列手段，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签订协议，将中印边境向中方一侧迁移了近100公里。这条英印政府单方面划定的未经中国政府承认的非法国境线，就是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而被非法划入英属印度的土地，就是我国藏南地区。1972年，印度单方面将该地区改为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50多年来，印度政府一直在藏南地区推行同化政策，在当地教授印度语和印度历史，大力传播印度教，打击藏传佛教，并鼓励印度人在藏南地区建立定居点，妄图制造藏南地区被印度吞并的既成事实。
中印边界从未划定，分为东、中、西段和西京段。东段的藏南地区一直是中国领土，在印度非法侵占前，中国一直对藏南地区行使有效的行政管辖，这一基本事实不容否定。1987年，印度在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上设立所谓阿努纳恰尔邦，中方当时就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强调印方此举非法无效。中方的这一立场没有改变。令人警惕的是，去年3月，美国参议院还通过所谓决议，妄称麦克马洪线为中国与所谓阿鲁纳恰尔邦的国际边界，并称所谓阿鲁纳恰尔邦为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月20号，美国务院发言人再次表达了这一错误立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表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印边界问题是中印两国之间的事，与美方无关。众所周知，美方一贯不择手段挑动利用他国的争端，以服务其地缘政治私利。国防部发言人吴谦28号也在回答深圳卫视驻京记者提问时，进一步驳斥了美方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无端介入。美方在挑动他国争端、实现一己私利方面，有着很差的历史记录，国际社会对此看得很清楚。中印之间有着完善的涉边机制和沟通渠道，双方有能力、有意愿，通过对话协商妥处边界问题。利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矛盾纠纷进行炒作，让别国充当其马前卒，是美国的惯用伎俩，以推进其印太战略，好坐收渔翁之利。在这一点上，近期在南海问题上频繁发起挑衅的菲律宾表现得异常明显。本月中旬，美国务卿布林肯在访菲期间无端指责中方南海行动，重申美对菲防务承诺。当地时间27号，美防长奥斯汀又再次重申对菲律宾的所谓支持，并对中国妄加批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予以坚决驳斥。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不应介入中菲两国之间的问题。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动摇不了中方维护本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国防部吴谦同日也表示，在中菲南海问题上，我们多次表明了严正立场，那就是反对外部介入，反对侵权挑衅，主张妥处分歧，同时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一切准备，坚决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方倚仗外部势力撑腰，违反国际法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频繁在海上侵权挑衅，制造事端，并散布虚假信息，误导国际社会认知，可以说是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不会任飞胡来，对此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回击。菲方应该认识到，挑衅滋事是得不偿失的，倚靠外人是根本靠不住的。吴谦表示，中方在解决南海问题上有着充足的战略定力，我们始终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同有关方面妥善管控海上分歧，同时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终将走向平静，这是不可阻挡的时代大势。美国东部时间26号，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集装箱船撞到了巴尔的摩弗朗西斯科特基大桥，大桥被撞后坍塌，有8人落水，其中2人获救。美国海岸警卫队26号晚表示，失踪的6名落水者已被推定死亡。撞桥事件导致美国东海岸重要港口巴尔的摩港当天起暂停船只进出，引发物流难题。据《纽约邮报》报道，当地时间27号，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小组表示，已获取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大桥坍塌事故中撞桥的达利号货船的黑匣子。报道指出，黑匣子或将提供导致该船在离开巴尔的摩港后失控的原因。事故发生前几分钟，可以看到船上灯光忽明忽暗。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詹妮弗·霍曼迪表示，事故的初步报告预计将在未来2到4周内发布，但最终报告可能需要长达2年的时间才能完成。Divers recovered two victims of this tragedy
trapped within the vehicle. The victims were identified as Alejandro Hernandez Fuentes, 35 years old, of Baltimore, and Dorlian Raniel Castillo Cabrera, 26 years old, of Dundalk. 美国马里兰州警方当地时间27号表示，搜救人员在水下约7.6米的地方找到一辆红色卡车，在车内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美国马里兰州警察局局长巴特勒表示，此次桥梁坍塌事故中预计有6名建筑工人遇难，他们分别来自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当天的搜救行动已结束，之后会继续寻找其他4名失踪人员。撞桥事件引发东海岸重要港口巴尔的摩港当天起暂停船只进出。分析指出，美国东海岸港口众多，其他港口有余力接手，撞桥事件不至于导致美国供应链危机，但汽车、农用设备等特定货物运输会受到较大影响。美国交通部长皮特·布迪吉格27号表示，巴尔的摩港日均货物吞吐量价值1亿至2亿美元。撞桥事件目前影响大批人就业，工人损失工资收入大约每天200万美元。巴尔的摩港直接就业人员岗位超过1.5万。马里兰州州长韦斯穆尔表示，超过14万个就业岗位可能间接受到影响。专家认为，撞桥事件对经济影响的大小取决于巴尔的摩港暂停船只进出的时间。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说，联邦政府供应链工作小组27号召开会议，评估巴尔的摩港暂停船只进出的影响。政府将尽全力尽快重开港口。公开资料显示，这座大桥于1977年建成，并且是以美国国歌《星光灿烂的旗帜》的歌词作者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命名的。而之所以会以他的名字命名，是因为有历史学者认为，在1814年9月12号，基正是在这座大桥所在地附近目睹了一场事关美国独立的重要战役，从而创作出了美国国歌的歌词。这一历史背景激起了不少美国网民的猜想。有人认为那艘货轮是故意撞桥，目的是为了摧毁美国的根基，但当地警方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大桥坍塌与恐怖主义有关系。海事专家提醒，美国许多基础设施老化，不少老桥难以适应现代航运需求。这起最新事故以及近年其他类似事故，提醒人们做好对老桥的修缮、加固等工作，以确保现代大型船只顺利通过的需求是何等紧迫。